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左冠廷，5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学教授范志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您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团学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上礼拜好，那当然上礼拜五，那立法院通过了3个法案，那这3个法案，未来发展到底会怎么样？行政院长会不附属吗？然后总统会不公告吗？然后接下来会面临到包括像倒戈一连串的一些吗？或者在明年2月真的会有所谓的大罢免潮吗？好，那是大家关心说这几个法案在未来的一切的延烧，但你更关心的是这个礼拜，对我知道你关心圣诞节，好不好？那在你除了关心圣诞节以外，我想从上礼拜再往前，大家一直都在数着日子，什么日子呢？到底会是在这个礼拜的哪一天，柯文哲主席会被起诉？不要讨论起诉不起诉了，几乎大家都知道会起诉，好不好？只是那个起诉的罪名到底会是什么？不是只有包括现场来宾说或什么，连你很早以前就听到民众党总召黄国昌讲，他也觉得会起诉，那只是他觉得柯文哲是清白，只是其他人看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呢？那起诉到底在哪一天？而更重要的是，那个起诉书的内容，我在很久以前就提醒过北检，这个起诉的内容至关重大，好不好？因为它牵扯到能不能够说服到所有人，你不是只是要说服柯文哲，包括我相信在场的所有的民意代表，大家都要看那份起诉书。如果你起诉他图利，他为什么图了利？如果你起诉他更重10年以上的所谓的贪污，他到底拿了哪一些钱？而据媒体这几天的报道，冠廷是什么晴雯并茂，然后那里头包括柯文哲，我相信大家要看的最仔细的是政商人脉资助啊，没错。5哥，其实这真的是全台湾人民关心的重点啊。柯文哲案啊，最后被起诉的结果是什么？前几天呢，我跟我服务处的法律咨询团队吃饭，就是做一些义务法律咨询，2桌大概20个律师。整场晚餐全部都在讨论柯文哲案，我相信没有其他话题，然后每个人都有不同看法。为什么？因为这个案情分支线太多了。我首先先讲无论是明天、后天、大后天哪一天起诉，柯文哲现在看起来不外乎几个罪啦。第一个违背职务受贿罪，如果依照周刊写的，只要他有去乔金华城收钱，这个连线被连到了，这一条可能躲不过啊。第二个当然就图利罪嘛，图利罪就他彭正生为什么不该给的容积柯文哲给了，可能会有这一条。第三个灭证罪嘛，就是周刊讲的说，你在最后一刻叫穆可的那个账房去把他东西消掉，叫橘子把东西消掉，这灭证罪有或没有，可能也是其中一条。那第4条当然就有人讲公益侵占啦，就是说本来可能是政党有的补助款，政党有的政治现金，你把它拿来作为自己用，可能有侵占。大家讲四样就是4条罪，可是其实正确来讲应该有5样。因为有人说也有可能会多一条背信罪，那背信到底有没有最后达成背信罪不知道。但是这一堆全部出来之后，其实今天周刊有个新闻，我看的是蛮讶异的，说里面呢会有很多柯文哲的私人世界，对里面呢会跟哪些友人政商名流关系密切。小弟也跑过短短的一阵子社会新闻我不太相信起诉书里会写说什么他跟哪个女生怎样啦，我觉得不会。可是只要有牵扯到的企业家有钱有关的，也许会有陈佩琪连陈佩琪都不知道的人，很有可能。就是说，柯文哲为什么特别提陈佩琪？很多钱可能让陈佩琪处理嘛，可是有一部分可能是柯文哲单线处理的，跟 A 企业家、B 企业家、C 企业家，然后也许周刊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揭露的，突然出现在起诉书当中，这我就相信。就是我们想象状况嘛，今天如果起诉书明天或后天出来，然后结果跟过去几周进周刊的内容几乎一模一样，你说王俊立会不会被立委 K 死？这代表你全部都给媒体啊。所以依照我们以前跑过一点社会新闻，北检他一定有他目前没有曝光，而对案情有影响非常大，让大家看到原来柯文哲是这样子搞，不论是附件还是前面的内文，那这个部分就是看到北检到底的处理怎么样。反正现在几种说法了不外乎。说什么起诉书有10万字然后有说好几百页，300页对，然后有人说那个第一时间只会给大家新闻稿，起诉书要再等等，总之大家都在等什么时候？至少今天呢，我们刚才录影前有跟5哥讨论，我们今天可以讲明天最快明天，最快明天，这一个礼拜都是这样，对，今天只有最快明天嘛。对，所以反正最后还是提醒北检我前几天跟几个跑司法的记者有聊说，到底什么时候会起诉？几个司法记者跟我讲，不要再问了啦。因为是6日问嘛，他们说你去看北检，大家都还在加班，就是代表检察官在礼拜6、礼拜日最后的这个起诉书都还在修订的状态。为什么？力求出来之后，
不要被民众党直接反杀嘛。你如果出来的东西不够完整，你出来的东西都是胡说八道，还是你出来的东西完全没证据，一定被反杀。王俊立之后在那个立法院一定被抓起来 K。当然，那这个就是胜败关键就在这了。北检办的这样子轰轰烈烈啊，也变全民关注，这个起诉书就见真章。OK。起诉书见真章，什么时候起诉书会出来？当然，你可以想象出来，等到起诉的那天，检察官一定会开一个记者会，就算有起诉书，他也会给你一个新闻稿，几百页的东西，你知道大家一下子怎么消化？就算大家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这样会常看这些。但你也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里面把它全部都看完，抓住了美感。那检察官也知道大家最关心的哪些点，所以一定会有一个新闻稿。新闻稿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摘要，让你知道大概的内容会是怎么样一些的东西。那最重要的就是刚刚讲到中间的政商脉络这些关系，我也不相信会有什么。对，除了这些以外的，还有八八会馆，对，我也不相信在里面会出现像这样的一些东西。OK， 那柯文哲，对他来讲，整个人设的破局，你说对于他的清廉，他的各方面，是不是因为这些案子受到了质疑？但总不至于质疑到那些地方吧？可是这整个案子里头，一直到现在，好，当然有人会说中间有没有出现全美风声，那个另外一件事情，好不好？那不干这整个案子的一些事。如果真的讲起来的话，任俊是不是？我们就先讲，不讲起诉书，光讲起诉书，现在已经慢慢浮现出来的一些大家可能会知道的一些的脉络。你再加上前几天，光柯文哲要不要死党主席这件事，OK， 就已经闹得沸沸扬扬，连民众党几乎可以说是从秘书长周瑜修以上，大家每个人出来，现在除了骂检察官以外，就是骂法官，就干你什么事？你凭什么连这个东西都管？这整件事情是表示他们现在的心情上，其实他们也是对那个起诉书，我觉得他们自己大概也多少要有一些沙盘推演的吧。我很少看到一个起诉书哦，针对当事人会产生影响之外，还会到动摇党本的，还没到国本嘛。所以这个起诉书你说不谈，我觉得太难了。因为这个起诉书之所以为什么大家注意到说他要写这个情文并茂。因为如果他要把这些东西写在上面，跟案情无关的，检察官是没办法写的。是，大家一定会觉得你没事写柯文哲昨天吃什么，前天跟谁讲话，跟案情无关嘛如果他写跟案情无关的一些东西，就算叫情文并茂，我觉得都会被大家骂。当然，就关你什么事？凑字数啊，对嘛？这也不关一个党主席在政党运作，或是刚大家所最关心的跟公共议题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我如果要看这个起诉书，我更想看到的是，当检方写出这些所谓情文并茂的东西，它会不会连接到其他的案子？因为现在柯文哲刚刚讲说，现在具体的查就是金华城跟政治现金案嘛。但因为这过程当中有一些我们认为不太可能会有牵涉到的人也被传了，比如说他们的前立委，他们的这个民众党在选总统的时候，副总统的这个参选人吴欣颖嘛那这一块被认为当时跟政治现金有关，而这个吴欣颖家族涉及的其实是北市科的那一块地，包含到台北市议员在质疑的雨果市场这个小平一直在质疑对，因为也是他告的。OK， 对嘛？那后面他连结的是谁？是中共。那这一块如果在起诉书里面有提到的这一些相关的这些东西，后面会不会再加一句话？后面再另案侦办？所以柯文哲的案子是不是只有就是说金华城跟这个政治现金案在起诉书里面就做一个结束？我觉得要看。我觉得要看，因为这一次扩大约谈的非常多，甚至你刚刚提到对于民众党的部分，因为谁也不会料到，就是说这一些这个民众党的党公职有被约谈的，不是因为政治现金的案子啊，我意思说不是因为柯文哲在选举期间的这个政治现金那一笔烂账。而是说你有没有帮木可做业务拿那个什么折扣码，然后呢收取到不管他今天要讲说这个叫做劳务所得，或者外界认为叫做酬庸，从来也没有人想过会延伸出这个案子出来。那这个当然牵扯到的是民众党现在的党中央的权力结构。当然啦，你接下来1月19号的时候有可能会重新再来过一次嘛，但前提是要有一个新的党主席出来，这个党的中央权力结构才会有所改变。但就出了一个奇怪的事情就你刚刚特别提到，柯文哲特别写了一个信说，我要辞职了。那媒体其实有把那个辞职信的内容披露出来嘛一开始其实大家也都质疑讲说，你法官没事干，就给人家写说什么文送到之后你就生效，干你个什么事啊？结果现在看起来披露的那个辞职信里面最后那一句就有写说，他的秘书长周瑜修收到之后就生效。好，民众党也很可爱，
周瑜修到今天的说法还在说我没有收到指信，但是民众党却在礼拜五的时候开了一个会议，讨论了2个半小时，去讨论柯文哲在民众党里面的地位。那我会讲这个也很怪，为什么？因为你们紧急应变小组已经同意让柯文哲继续请假。请假的时间刚好 cover 到那一个你们的那个1月19号的党中央委员的选举，你为什么突然要开呢？好，民众党的解释是说，这个我们其实固定就是要开这个会啊，本来就排定了。但是对于柯文哲辞职的这件事情啊，因为周瑜修说没收到，所以呢，大家一致同意的决定要慰留所谓的柯文哲。你也没收到信，是要慰留人家什么？我也不懂你的逻辑啊，因为你现在讲说你也没收到嘛，所以你根本无从辨别他真或假。但大家又觉得一致要留住柯文哲，那到底你们是相信柯文哲要辞，还是相信柯文哲不要辞？所以他的这些什么紧急会议啦、中央委员啦，或者他的中评委，除了上一次帮柯文哲请假之外，这一次还否决了柯文哲不想干的这个内容。马上就有人讲啊，说民众党是不是要把柯文哲的剩余价值压榨到最后一滴？这个也蛮奇怪的哦。民众党是不是要把柯文哲的剩余价值压榨到最后一滴？这个也蛮奇怪的哦。所以你看哦，包含到说那个民众党的党公职不是这一段时间有人被约谈嘛，去谈这个。今天又多一个新的，为什么？陈佑成，陈佑成那一天去了这个北检的时候，好，今天网红四叉猫就说，他戴的眼镜有问题。大家觉得说戴的眼镜有什么问题呢？他说他戴的一个眼镜啊，是什么？是 AI 功能的眼镜，基本上上面可以录影，可以通话，可以直接干嘛？是赌神那部电影里面是德国最新的，没有，他那应该是金牌特务的那副眼镜啊，对，不得了。我给各位看那个眼镜，不能违法吧？我给各位看啊，他说他戴的是一个智慧的眼镜啊，这个智慧眼镜，这个眼镜可以干嘛呢啊？他就因为他有这个拍摄嘛啊，就是说他今天戴着这个眼镜哦，其实就是画面上下面的这一款啊，四叉猫是这样质疑啦，说上面呢有即时录影啊，还可以通话，还可以干嘛？就一堆了啊，还可以这个沉浸式的音响体验，还可以听到声音这样子。我不知道这法庭上可不可以这样戴啊？不行啊，不行啊，不行啊，因为这个是四叉猫踢爆，我先讲这是四叉猫踢爆啊。如果真的有哇，我跟你讲，逮几个他打掉啊，你知道？那我觉得他就会延伸。陈鹤成应该不会吧？会去弄这样的事，就没事自己干嘛要多搞一个？那我补充一下哦，因为刚好跟小妹有一点点关系哦。我讲那一只眼镜是雷朋太阳眼镜跟 Meta 公司合作的啊，因为我朋友在 Meta 里面当工程师，这是他的作品。好，我现在讲一下，这次他们的设计的概念是这样，它戴上去之后呢，它可以直接比照这个 AirPods 的耳机。跟外面的人通话，它的效果比苹果的这个跟人家通话的效果还好，所以基本上如果它有连线，它在里面法庭跟人家讲什么，即时外面会看得到。第二个现在怀疑的是，因为那只雷朋眼镜可以直接的把你看到什么就录影出去，可是我先讲，我认为录影不会，因为那我朋友他们设计的时候团队有怕被偷拍，所以如果他录影的时候上面会发光，你看到那个陈永成的眼镜的旁边那边有一个圈圈，那个圈圈如果他在录影的时候就会发光。所以照理讲不会啊，因为法官会觉得你在干嘛嘛。可是虽然我认为不太可能录影，但有没有可能在里面是在跟外面有通话的状态？你把这只雷朋跟 Meta 的眼镜，这只要1万多块台币，然后把它当成就是一只手机，戴在你的眼镜上面，你讲话外面可以直接听得到，而且它的耳朵这边，它的那个在那个眼镜的眼挂这边，直接可以让你的耳朵听到外面的人跟你讲什么。这是最新的啊！这只眼镜我也蛮想买的，就是当时所以。然后陈佑成特别的地方是他以前几乎没有戴眼镜，对啊，他怎么突然戴这只眼镜？我觉得他自己要说明了。啊，法官可能没看过这种高级货，新的东西啊，如果真的有的话，可能就违反相关规定哦。对，如果真的有连线，不是这，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去当，因为他是证人嘛，对，去当证人，然后去解释像这些东西就 OK 了。因为如果是真的有你们讲的那样的设备，我不讲陈佑成啊，就如果有人用这样的模式，他会有妨碍秘密罪的问题啊。对啊，谁会没事把自己再多搞一个？明明不是我的事，然后我没事再多搞一个这样子。好了，不过如果有这样子，因为我不知道，因为那个我没有看到陈佑成有出来，目前还没有，目前没看到。大概他也才刚看到吧，四叉猫讲这个东西。可是这整件事情一直到现在。
你说好，所以任俊刚意思是讲说，已经把它搞成是变成案外案一堆的，大家在讲成这个样子。现在不就是这样吗？对啊，就是前一阵子大家关心的是柯文哲的本案嘛，对，所以民众党在帮柯文哲在这个案子里面辩护的都是柯文哲，但你看这一段时间，反而这些人变成当事人了，变成主角了。OK， 包含到这个吴怡萱，我觉得我老实讲，我觉得他公开秀说，我就是6000块嘛。我就是劳务所得嘛，因为他叫我签嘛。但其他人被问到说，那你们要不要公开啊？这个小小的东西，这个因为这是很少的钱。那因为这是个人的部分哦，那所以也没公开嘛啊，所以这里面当然引发很多人的外界的质疑，就是说穆可其实跟这个所谓的民众党之间的连结，第一件事情我其实可以公开讲嘛，大家就认为说你们第一场记者会就是胡说八道嘛。你们说什么穆可就是一个私人公司，跟你们都无关，所以你们都不可能去帮他回答，你们也不了解穆可，看起来都不是，因为你们每一个人跟穆可公司其实都有联系，最少你们有签名要领钱嘛。好，这一块其实在过往你们都不谈，但现在看起来通通都有，而且不只是这样。包含到这几天说民众党是不是要改选了？因为柯文哲的这件议题上面，结果弄到我们不是我们的他们的那个蔡壁如啊。蔡壁如也出来讲说，他也要准备要选中央委员。那要选中央委员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甚至还提到说，如果他今天因为这个工作跟所谓的台中市政府的市府顾问有这个冲突的时候，他要辞，对不对？结果你知道吗？民众党的人呢，立刻就骂蔡壁如。我给各位看哦，这是他们民众党的这个社群嘛，这应该没有问题吧？这是民众嘛 ，TPP 嘛啊，然后 TPP 嘛啊，然后你看柯文哲还是民众党党主席，急什么？你有收到聘书吗？要吃什么？你看骂得多重，你知道？说哇，你当初要不到啦，就去海线生根啦，现在人家不续聘你啦，海线你就不用耕了吗？他们现在已经演变成为什么？你知道？演变成为说，我今天看谁，我觉得你跟我们是不同卦，立刻党内的斗争就全部起来了。OK， 如果真的讲的话，慧珍是第一个，你光看民众党在护柯文哲这个主席的位置，你知道柯文哲有多重要。当然，柯文哲主席在我们节目自己讲过，他也知道他们是一人政党，但是他也希望他们能够再多元的发展啊，什么这些。可是毕竟光从一个辞职信生不生效，你就知道它有多重要。所以我们再往前看，如果起诉书出来，对起诉书的那个内容，如果真的，我现在检察官一定要把他所有东西要详列到不行，那里头出来的对包括柯文哲，包括对民进党打击会有多大？这应该是从阿扁那个案子以后，全台湾最受瞩目的一份起诉书了吧？是，当然，而且我觉得它的复杂程度可能还甚至比阿扁还要来的复杂，因为它现在看起来只有所谓的这个金华城案是彻底侦查终结，但是北市科的案子，然后但是雨果市场的案子，这些到目前为止感觉上还有那个什么卖东西的这个案子，对，是那个叫什么案子啊？反正就是穆可那也是跟政治先进也是有相关，对，但是看起来就是这个案子还在持续进行当中。所以我觉得看起来它的整个涉案的规模，还有案情的复杂程度有过之而不及。现在目前为止有讲到说，整个起诉书大概会有8大账户，10个金主。我比较好奇的是，我们现在夯不啷当知道的可能就已经不止10个。所以他为什么用10个金主？是不是代表着所谓的10个金主不是纯粹的捐钱？比如说像谢国良那个纯粹捐钱，那没什么不对啊，他就是一个政治献金啊，对不对？然后像有其他的也是说，我就是纯粹捐钱，我没有其他。陈银柱也是纯粹捐钱，没有所谓的。那他为什么是10个金主？这些人有没有把它列进去？显然是没有。所以所谓的10个金主，是不是代表着有可能有会并发其他案件的？所以这个10大金主金额特别大，还是说有所谓的对价关系？有可能是有引发另外一个弊案或者其他的在另案追查当中，所以才会用一个所谓的10大金主的一个情况。不然的话，怎么会听起来就已经很多人，怎么会只有10大金主？那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柯文哲为什么这个时间点突然丢出说他要辞党主席？而且你仔细看他的辞职信，它上面写什么？我早就要辞了，是检察官不同意哦。我觉得写这个也很有趣为什么检察官会不同意呢？就照理说你辞不辞是你的事情，为什么会说是检察官不同意？然后第二家就是他只好向法官这边申请嘛，然后什么什么？我觉得柯文哲他现在情况是怎么样？看起来
他的，如果我从他的看法，他的意思是我从头到尾匹夫都无罪，是怀璧其罪。我的罪是什么？就是因为我是民众党的党主席，就是因为我有可能威胁到那个赖清德，就是因为我的在整个有300多万票的一个加持之下，所以你因为这样的关系才压我。所以他现在的意思就是看起来表面上是好，那我恢复一介平民，我把我党主席的身份辞掉，看起来好像跟你求饶，但是他的字字句句里面，其实都是非常充满了一个攻击性。攻击性是什么？你们就是政治判案，你们是以政治的手法来干预司法，所以这个不是纯司法。我觉得是他，你说他是真词吗？我倒不觉得。但不论如何，他做这个动作其实是很明确一个动作。第二个很有趣。过去这段时间以来，还有谁针对柯文哲的案子有帮他辩护过？其实已经没有了。甚至有人讲说，那个台北市议员4个台北市议员，最久的好像一个是9月份之后，林真宇就再也没帮柯文哲讲过话。然后最近的大概是11月9号之后，我忘了是陈佑成还是谁帮他讲过一次之后也没再讲话。所以代表着柯文哲事实上大家都言称必称柯文哲，但事实上感觉上帮他护航的力道越来越小所以你知道，这让我想到什么？有一些财团他有好几个老婆，就这个掌门人，这个创办人这个已经被恐呛起啊。那照理说，你如果为了财团的一个发展好，一定要赶快全面进行相关的董监事改选嘛，赶快把这个传承下去，接班布局弄好吧。但是这个时间点，你会发现亲近他的现在的权力核心的公司派的，一定会说他只是身体为恙，但是他没有不能世事的问题。那代表什么意思？他要这个精神领袖要继续在，我才能继续是权力核心。现在这些人是公司派，被远派边疆的那个蔡壁如这些人，一听到他有意要辞，马上跳出来我要选，那代表什么意思？我现在是改革派，我要来抢你这个经营权，我要进来之后，我把第一件事情把你们这些全部这一些。这个在迷惑昏君的不能昏君，就是把这个君王旁边的这些逆臣贼子全部都铲除干净。所以我觉得这个柯文哲辞职信一出来之后，反而让民众党的内乱才准备要开始。那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起诉书之后，其实我讲一句实在话，起诉书之后，不管柯文哲被判几年对于整个民众党大部分比较一些明事理的这些小草们，事实上已经换不回了啦。对于整个民众党大部分比较一些明事理的这些小草们，事实上已经换不回了啦。大概只剩下就是那3-5%，你说3-5%多吗？我是觉得不多，但是选议员就够用啦。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是认为民众党事实上已经是泡沫化以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这边是有人说10年一觉南柯梦，对柯文哲来讲的话，这10年从2014到今年2024，刚好10年。这10年里面，大家看到了当初柯文哲的崛起，你看到柯文哲。有很多人真的觉得他会把台湾带了一个除蓝跟绿之外的一个新政治的路，没想到10年以后的今天，大家在讨论的是这份起诉书的内容会有多精彩，会有多详细，会有多少的政商你看不到的政商脉络会在那个里头。甚或有媒体上直接报道的是，台北地检署上周已经完成行文并茂的起诉书，巨细靡遗的说明科，然后包括他所有这些。就像看阿扁的起诉书，那时候大家看的时候，重点根本不是在起诉书的本文，大家最喜欢看的是包括所有的证据资料跟所有的附件里面。然后后来不是还有包括大家去找那个包括那个行李箱，怎么会有一个那叫保管室？不是保险箱，叫保管室。然后真的有那么10几亿在空中飘来飘去的感觉，然后真的还有发票的事情，一大堆这些事啊。那时候不都是这个样吗？对柯文哲来讲的话，这10年你自己当市议员，对，这10年你看了柯文哲起起落落，就南柯一梦嘛。你看，就柯文哲做了一场白日梦，结局是惨的嘛其实我先讲那个言情的部分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北检媒体上面还有讲说，连他们夫妻之间，柯文哲为什么是陈佩琪有掌管金？可是陈佩琪不是一直他们家的钱是陈佩琪是财务大臣吗？陈佩琪不爱管钱。
可陈佩琪当她地位被受威胁的时候，她就开始管钱。我觉得这是女人的本能跟本性，太太的哈。为什么这样讲？柯文哲根本就是烧饼哥，你知道吗？我们吃烧饼掉芝麻，陈佩琪只管那个基本滴滴答答那个芝麻姐，你知道吗？就他管那个看起来很多600多万，其实都小钱。我请问啊，橘子啦，甚至中子小姐姐，提到谁哈，好谁就怎样了，就言情小说，北检绝对不会去谈他跟谁谈恋爱，不会讲这个。可是北检必须讲，干嘛讲说他有管理到钱。那管理到钱，当然谁有管理到钱，当然应该要在这里。或者说谁他假设跟谁发生感情，而这个人因此管理到钱，这个就非写不可了，因为他的人有他的重要性跟信任度，就回到钱的身上哈。然后我是陈佩琪，我凭什么只当我老公不管他钱赚的脏钱干净钱哈，市长的薪水，我是他老婆，钱当然应该我管，除非我不想管。可是当中了这么多李文忠、李文娟，他都碰几亿的事情，然后橘子跑到日本，然后中子小姐姐帮他比中子，这些事情，孰可忍孰不可忍，你知道吗？我是陈佩琪，我觉得动北条，我动北条姐姐变成你知道吗？所以起诉书出来之后呢，我觉得大家看的一定是瞠目结舌。今天，而且当然起诉完以后，2个地方就要干起来了。哪样？台北地检署跟台北地方法院。大家都众矢之的说啊，台北地检署啊是泄密给什么《镜周刊》什么，那台北地检署一直在修理法院，说是法院泄的等等，那里面的某一个法官没说法院，他只是说不一定是我们这边呐，为什么都要指我们？对，所以今天台北地检署的资深的那个司法记者炸锅，还跟台北地院抗议，为什么？他认为说你们地院某些人泄给这个《镜周刊》，那我们这些当了30年的司法记者写不出东西，那个是几乎要辞职那是饭碗都会掉的，太丢脸了，你知道吗？所以就抗议嘛然后所以听说啦，这个2个相爱又相杀，台北地检跟台北地院相爱，我要扣清华城的土地，我一定要你地院同意嘛？我要你要你扣谁，你一定要你同意。可现在起诉书以后。他就不用靠地院了，所以就有仇报仇，没仇练身体，我们就等着看着这个整个起诉之外的另外一个斗法了。OK， 将军这10年来起起落落，你也是在10年里面变成民意代表，然后看你是要监督桃园市政啦。对，所以一个议员看到像柯文哲台北市长，然后中间过程。光讲后面大家现在已经知道的一些内容，这些内容如果要在起诉里面全部都验证出来的话，说实话已经到了某种程度的瞠目结舌，什么8张支票影本，然后那里面有这么多一些人，有人说柯文哲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出在，就没有人那种如果真的有人拿了钱以后还自己去继承那么巨细靡遗的，然后所有的那里不管是 USB 啦、硬碟啦。所有这些东西，光这里面的东西，如果被验证为真，对柯文哲来讲的话，那就是最大的一些麻烦，不就是这个样吗？那就是自己把自己搞得身败名裂啊。其实刚才律师讲说10年前跟10年前我还是军人，我在军中看柯文哲，说句实话是充满了期待，真的，虽然当时我在军中是国民党，可是那时候跟国民党也超多不满意的，因为他从来没有理过我们。那对民进党你也知道，军人传统上对，就是只要民进党就是乱党，对，就是这样。因为你当兵的，您当兵一路上来，民进党那时候在部队里面的还是所谓的3合1敌，从美丽岛嘛一路上来，所以3合1敌，对3合1敌。我记得我在成功里受训那个文宣资料我还留着。我那天看着那时候我们都有发那个彩色的那个东西，他写插进党。那个民法得用插，对啊，他有2个意涵，就是他把他，就是你很不好讲全名，不好讲全名。对，第二就是说你很差劲，对，我的印象很深刻。因为当时那个民进党叫做什么？叫党外啊，因为以前只有国民党嘛，国民党以外都叫党外，跟共匪嘛并列。比共后来变得比共匪还可恶。对，因为我们后来不能讲共匪了，解严以后不能讲共匪，要讲中共。可是民进党叫插进党。对，所以说你看，慢慢对于这个共产党的恨，慢慢转嫁到民进党身上。所以当时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柯文哲哈，我们心想哇，终于有一个不是我认为的那种威权的国民党。也不是那种所谓的这个造反的民进党，而且他是新的政治人物柯文哲。其实我们当时10年前，我对他是真的是充满了期待，就认为说中华民国终于有一个
不一样的政治人物出现。当时大家叫做什么？你知道，不管是第三势力还是什么无色觉醒，都是这样出来的。后来我退伍了，开始慢慢进入社会了解了，发现柯文哲还从2014年觉得还真不错自己关闭募款就不要了，够了，不要了。可是你看现在这10年过来，到了2024年，真的是南柯一梦大家可以看看柯文哲从医界精英变成什么贪得无厌，从嫉恶如仇变成黑白不分，从理性科学变成情文并茂，从第三势力发展到8大金库，你看这多厉害！这柯文哲的转变，那个叫做什么？你知道？那叫做离心力的大转弯。没有经过空军的抗击实验，你一定昏迷的啦！你一定发现自己是疯了吗？一定会昏迷掉。那大家可以看看柯文哲最近为什么大家说他是疯了吗？为什么把自己收钱记得巨细靡遗？因为他 MG149是这样活下来的当时大家你看在台大医院，大家检举他讲他把那个 MG149巨细靡遗的贴出来，他说你看厉不厉害？全在后面。那当时后面这么多的明细表，真的是经得起检验吗？不是。那时候因为大家认为打他的是民进党，所以大家全部跳上去。其实当时打他的好像是国民党，可是不管打他是蓝还是绿，反正都是害他的。所以其实绝大多数人没有去检验他。是应该是我记得是国民党，那是国民党，因为那时候他是跟民党合作对，是国民党打他的。那其实大家就想说，哎呀，只要是这个威权体制打，我就不管。不是，那时候还有一个啦，因为那时候光有人敢把所有东西贴在后面，不简单，然后就跟你讲说，你要就大家来看清楚。其实大概我想也没有几个人真的到后面每一张去。问题是他这一次没有东西贴所以就不来啦，对不对？你以前可以贴，那你现在那些东西在哪里？还有那个时候四叉猫还没出道。如果那个时候四叉猫出道了，可能就没有10年后的柯文哲。对，所以四叉猫生得晚，早生10年，柯文哲就不会这样。可是最后呢，他这一系列的所谓的记账，这是让捐钱给他的人吓死。因为我刚讲嘛，他黑白都收嘛，他觉得只要信了我柯文哲，坏蛋都变好人嘛，因为他可以让人升华嘛。可是不好的钱他也收，可以收的钱他也收，不能收的钱他用力的收，而且还记账。你让那些真心支持他的人心里想，哇塞，我好像变得跟黑道一样。那些黑道想要支持你漂白，心里想你怎么记我账？所以变成大家都对他来追杀。所以大家听过给钱的人会记账，为什么？我怕你忘了，我怕你忘了，对不对？我曾经赞助过某某某，他说你哪有赞助？几年几月几月几日有人作证，我有捐赠给你，那是给钱的人会这样。有收钱的人会记得这么巨细靡遗，还包含了谁经手，然后谁接收。谁拿钱？那个记得这么清楚，这是非常奇怪的。可是柯文哲，我告诉大家，柯文哲从来没有想过用这种方法会被大家当成贪污，可能会被起诉。因为他的认知里面，我听过柯文哲不止一次的演讲，他都说：你以为政治人物很干净啊？他们为什么会出现那个用刀叉吃人肉？那个其实是有前提的。他说：你不要以为政治人物收钱就傻乎乎的双手去收这个汇款，他说不是。你帮他做成某些事情之后，你不用立刻给这些政治人物钱，等到他选举的时候，你政治现金依据政治现金法用力的捐，这是柯文哲讲，所以这就好比拿刀叉吃人肉，这句话是这样出来的。所以当时柯文哲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还没有从政，我才刚刚从军中退伍下来，我听他讲说，哇，好有道理哦，哇，这真是一针见血，好敢讲哦。对，想不到他不是敢讲，他正在这样做。现在回馈来验证之后，柯文哲为什么会这么透彻？柯文哲为什么可以把政治人物如何跟财团挂钩搞得这么清楚？不是他聪明，不是他睿智，不是他敢讲，是柯文哲正一步用他所批评人家的言行自己在实行。跟财团挂钩搞得这么清楚，不是他聪明，不是他睿智，不是他敢讲，是柯文哲正一步用他所批评人家的言行自己在实行。我在想，一定会有人把柯文哲如果等到好，就是刚刚冠廷讲，什么时候会被起诉呢？好，最快明天，然后到了明天没起诉，就最快后天。反正因为就是在这个礼拜，我在想，一定会有人到时候起诉书出来以后，会把起诉的内容，柯文哲如果在起诉书里面描述他做的一些事。跟把柯文哲这10年来所讲过的话，跟做过的一些
或骂别人这些东西拿来做比对，因为柯文哲人设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讲的东西跟他做的事情，后来你两相比较以后，你支持他的人，如果现在有人离开是因为太失望，你怎么会是这样？就像我每次都要问阿苗，你们第三势力是台湾一定会存在的嘛？不能所有的人不是蓝就是绿嘛？可是那些人有很多人寄托在柯文哲上，后来失望，就是因为后来发现，就像他讲，蓝绿报那个总统账一定都是乱报，绝对不对。就后来发现他们的账报到现在还没报出去，最敢乱报的是他，因为那个账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报啊，这个不就是这个样子吗？还没报，而且第三势力很抱歉，跟打棒球一样。要明星球员没有黄国昌不是明星球员，OK， 要政治圈的大谷翔平以前他是他当台北市长的时候是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没有。我要强调一点柯文哲在不管是明天还是后天起诉书出来，大家要去比对他以前批评人家的言行，跟他现在起诉的内容一点都不难比对，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个懒人包里面，把柯文哲从2014年批评蓝绿所有的经典语录全部都列出来了。那这些经典语录跟检察官起诉书的300页，你去找，很容易就找到对价。因为你会发现，原来柯文哲不是踢爆这些丑陋的政治人物的嘴脸，而是他一步一步的长得跟这些丑陋的政治人物越来越像。而且呢，他不只是厉害，比国民党厉害，他青出于蓝胜于蓝，他连蓝绿通吃，他已经慢慢越来越像什么？越来越像把国民党打败的他的最喜欢崇拜的人物叫毛泽东，他已经越来越像了。我不但要吃你，我不但要用你，我还要踩扁你，但是最后你还治不了我。可是柯文哲看来他忘了一件事，毛泽东在共产制度下，我们是在民主法治的制度下，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过民主法治的制裁。因为有很多时候你会看到柯文哲属于在检视的过程当中，我就讲对很多人来讲的话，会拿那个包括他自己的言行举止，就像好你说去陶朱隐园唱歌吧，其实去陶朱隐园唱歌不是个罪啊。他有什么好罪的？如果有人有机会请你去陶朱隐园唱个歌，去不去？去啊，去啊。对，但柯文哲这种人是把人家骂到，就只要去那个地方，好像就是个罪过。对，去到那个，就是你会觉得说，那单纯难道政商人士或是成功的政商人，或是有钱的人都不能交朋友吗？也不是，也不是所有人都刀叉吃肉，一定有人是这样。可是当你把所有人都骂成这个样子之后，你只要碰到一点点，那人家就会说，那你当初啊，我以前有一个案子。怎么样？各位知道，就是你如果是单纯他做测谎这些，在我们现在的法律，单独测谎不能够当做定罪的证据，一定要有其他一些，他只能当一个辅助。然后就我有一个案子，当事人就去测谎，那两边都去测谎，我对那个案子太有把握，对我那个当事人，就两边都去测谎，结果后来我先讲结果，结果是我那个当事人呢，1审、2审、3审全部都是无罪判决，结果后来测谎出来的结果，调查局给我看。我的当事人没过，对，他觉得他有说谎嫌疑，我怎么可能？因为这个案子我太了那个内容跟他好没关系讲，然后结果等到开庭以后，我想，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办法看到对方的，对方也测谎嘛，就你知道对方测谎是什么？心跳过速没有办法测，不是，他都已经吓到没办法测了，因为测谎是看你他问的一些问题，对他看你的起伏，结果他的出来的是那个心跳过巨，没有办法进行测谎。结果你把我的当事人起诉，然后就没事。结果后来那个案子打1审、2审、3审，全部都宣判无罪。因为你就会知道有很多事情就太夸张，他是这个样。结果后来你自己判断觉得，也许你的起伏是这样，他是咚咚咚咚咚咚，没办法测，好不好？拍谁？那你就委屈一点。有很多时候是那个比较的一些的结果。可是现在看起来一路走到今天，范老师，我刚刚讲对柯文哲来讲，或者很多人来讲，好，第一个我们就先讲。佩奇对他真的是仁至义尽了吧？冬至还去到北所吃汤圆，就希望先生赶快回来。可是如果现在看起来的话，柯文哲起诉书这一定是定稿的啦。现在就是看说，包括抛碰年，因为开记者会一定要有抛碰年这么重要案子，要告诉所有的民众跟所有的记者朋友。然后这里头起诉书会继续明了说，柯文哲涉嫌违背职务收贿的始末，花了不少篇幅叙述追查金流，牵扯到柯的私人世界。包括他跟哪些友人、政商名流关系密切，这个就是他骂别人，结果就被大家拿出来讲的一块嘛。还会揭露陈佩琪为什么会掌控家中基金的大权跟部分金流的秘辛。那最后媒体是报道说，因为24号嘛，明天刚好立法院行使大法官同意权，为了避免卷入政治风暴，然后有可能落在12月25。可是这件事情，我刚刚为什么一开始就要拿柯文哲
当不当党主席对于他们的影响，你就知道现在不是这个起诉书不是影响到柯文哲啊，是整个民众党对于这份起诉书的在乎。你可以光从辞职这件事来看，柯文哲说好，法院解除了禁止通信，而且只解这一块，不是全部解除哦，只有包括他辞职信的这一块。那这一块，柯文哲辞职的全文是：本人辞去台湾民众党主席一职，辞职自送达秘书长周瑜修起生效，理由不可让当局冗长的法律程序干扰台湾民众党的发展。本人早已提出辞职党主席，但检察官不同意，拖延至今。这次直接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接到正式文件后，尽速办理党主席改选，以利党务发展，维护台湾之民主政治。此致台湾民众党周瑜修秘书长，声明人柯文哲。他们秘书长周瑜修就刚刚任俊讲的嘛，他说到现在都还没收到，是。可是上礼拜五他们开了一个会决定了 ，OK， 然后他就讲说，北院你是住海边吗？民众党当然有我们的规定，全力慰留柯文哲没有异议。这是台湾司法环境不健康的地方，目前也没有收到信，都北院在讲，弄力而够，弄力而够，就是这样。但你一定有必要连北院都骂，因为已经骂北检骂完了，现在连北院一定要这样骂吗？他就不让他出来啊。这个的确啦，我觉得这个辞职信这个时候出现是蛮奇怪的。不过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在看，好像是那个政治金马奖的这个颁奖典礼前夕。大家都在期待谁会得奖嘛。那个得奖都是起诉书。那大家有点近乡情怯。你说那里面会写到谁啊？对，大家可能会牵扯很多我们在过去4个月没有讨论过的人。因为我们其实看的没有那么绵密啦。那其实是会写的很绵密，当然，所以我们大概还要再讨论1年吧，讨论柯文哲，1年呐，写书很厚里面有很多情节，对不对？每个都可以展开出来，延展性很高啊，所以我是真的觉得，其实我之前跟一个朋友讨论说，柯文哲案子到现在已经4个月了，为什么政论节目还在讨论？如果没有收视率，政论节目不会讨论，因为大家关心，大家关心，好，那我觉得是什么样的人会关心？我不认为是蓝营的人，你去看蓝营的政论节目，不太讨论柯文哲。蓝营的人不太关心柯文哲了，反而是什么？过去支持过柯文哲的人，而且大部分是绿营的人，就表示说绿营的支持者当初是怎么挺柯文哲的。2014年，现在觉得柯文哲是个本骨，然后叛徒，那个恨啊，可以支撑而且不是一家电视台啊，是3、4家同时在谈呢。所以那个凝聚力是很强的。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绿营支持者的 DNA 跟蓝营是果然不一样。他觉得背叛者，我们就要加大力度，要看到你整个垮台为止。等一下，冠廷，你们这么恨柯文哲？不是恨的，就是我觉得有很多人心情是曾经很支持，然后最后落差很大。对啊，那个心中的那个反差是很大的。对，有爱生恨不少。我去买个花，阳明山很多比较偏绿的嘛，那农夫嘛有很绿的，我就给他买花。为什么阳明山上面不是偏绿啊？你要看那开票，真的你是从开票结果看，但也有蓝的，可绿的比较多。我以为阳明山上面绿树多，就台北是最绿，就是阳明山跟社子岛是最绿的，比大同还绿，好不好？好，然后呢，我就给他买花，反正说还有说就是说我很正义，我说不敢啊，追弊案就是正常嘛哈。这算打广告吗？不是，那他是我承认一下，我想你到眷村就完了，点击率垮不？哇，我靠！他看了很想冲到电视里面一个欧巴桑，给他耳光打去啊，他给站了呢。这就是形容范老师讲的，就是他们情绪。他讲那一套啊，以前民进党叫我们投他，2014啊，我们就投他，然后打败连胜，我很高兴，跟他聊了2句啊。那现在又背叛，又跟什么中共在一起，每个都会讲剧本，好厉害，都看电视会背，然后又贪污了，那是不是好讲一大堆？真的是建立一部分的收视是建立在以前投他票绿的恨意，真的是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支持性，我不晓得版本不一样啊。不过它为什么会出现是用简体字啊？对啊，党，我觉得会用简体字，大家也特别对我不晓得这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啊。那不过这张照片我要肯定一下，这张照片是我看过柯文哲拍的最好的照片，还有他今年1月没有当总统。否则这个照片会悬挂在我们部队的中山市，不要吧？我们凤山陆军官校大礼堂，不要吧？国父遗像对面就放这一张。万幸。我们驻外的大使代表处讲的话要小心，他那眼镜有录影，然后觉得不寒而栗哈。不过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出现迟当，因为其实在这个11月18号，刚刚讲过，民众党的中央委员林富南他们不是主持了一个会议吗？对啊。还有这个什么中评会主委李伟华，他们说柯文哲是可以请假到2月28号，对啊，所以我不觉得有那个
急迫性，就是他不知道，因为他的起诉都知道一定就是在这个礼拜。对。那你为什么要在上个礼拜的时候突然蹦一个说你要去请辞党主席？你再怎么样等到这个礼拜，因为起诉以后一般判断他可能会开那个羁押庭。对，你羁押庭当庭去申请就可以啦。对，你为什么一定要在上礼拜这么大费周章，而且先传出一个讯息哦，说他要辞党主席？对，民主党又出来讲了一顿，说你们大家不要随便那臆测，然后根本没有什么。后来慢慢就真有其事，然后接下来就是连辞职信都出来了。对，而且我们知道上礼拜不是有传说柯文哲要辞吗？后来他有被借题哦。他借题从囚车下来，媒体是拍得到他。如果是柯文哲，我说我要辞党主席，我要辞党主席，媒体会拍得到嘛？因为他那个很近嘛，他没有啊。所以我这搞不懂，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出来，然后加上就是说大家看到蔡壁如又说他要辞这个跟卢秀燕辞市府顾问市政顾问要选这个党主席，我认为这个都蛮怪的啦，这谁放这个辞职信到底是真还是假？可是他真的有要请辞啊？对，因为北院也已经出来，连裁定都下了，就表示确有其事啊。对，所以我是觉得说，可能民众党的这个茶壶的风暴啊，即将开始。我是觉得说，可能民众党的这个茶壶的风暴啊，即将开始啊，就是他们的权力斗争已经隐隐在。那你觉得柯文哲为什么上礼拜要提这件事？有人说是为了测试一下，我说我要辞，对，你们外面就真的觉得要这你研究毛泽东的，这跟香花独草一样吗？我曾经讲过嘛，就跟毛泽东的这个搞那个双百方针嘛，对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样嘛，对。可是从现在看起来，他是真的要辞了啦。但是我觉得现在要看的是，接下来这些连富南这些林伟华他们是永柯派，我觉得他们会支持的是可能是柯美兰，或者是这个陈佩琪他们出来选这个党主席。我们先回到前面一点，为什么整个民众党会这么害怕他？对，就感觉上他千万不得，就算是一人政党，我知道柯文哲对民众党当然重要，如果一切没有什么状况的话，他对民众党的发展当然也重要。可是在这个时候，就你与其去骂法官说干你什么事，你住海边哦，你为什么没事要在那里面去解释柯文哲的辞职信有没有生效这些东西？我的意思是说，民众党其实他们有很多的方式，因为黄鸿昌总召是大律师，然后珊珊也是大律师，我相信他们里面他们里面有很多人都是律师，这个很好解释啊，根本不需要跟法院对立成这个样，因为。法官讲的没有错啊，法官在那个里面不是有写吗？他有解释说，那个民众党的党章，我还去把民众党党章看完，他们的党章第16条，第16条是写说，本党主席辞职以后，然后应该怎么样？对。可是现在不是，现在是你们的党主席辞了没有？你们不接受？或这个信对辞不辞？那他是讲辞完以后你们该干什么？可是现在法院要处理的是，你这个到底辞不辞会不会生效？所以法院就讲说，哦，那依照我看你们的党章，你们党章没有规定到主席这样子算不算生效？所以他才我们就回到人民团体的人团法那回到那法院说，依照法理应该你的辞职信到就可以生效，所以他批可说这个可以送出去，而且又没有违反到所谓的侦查不公开，是因为这样法官才多事去解释了这一块。民众党其实可以出来讲说，因为法院裁定新闻都出来了嘛。不管接到与否，你就这样讲说，我们会等那个最后，如果接到，那民众党会依照所有相关一些法律，因为照我们的人团法也 OK 啊。你就算请辞，可是请辞以后是要包括像一般的人民团体，像理事长什么，请辞以后是要包括理事会啦，所有这些在决议以后你才能辞。就你的意思生效了，可是要不要让你辞，我们还是可以管。民进党大可以说，我们还要经过中央委员，但大家一致决定要慰留，但你不用去骂法官。你现在骂完检察官，你又骂法官，以后难怪东豪会一直说你们不要再害柯文哲了，因为案子是要到法院去啊。虽然后面可能应该不是这个法官，可是你把北院骂进去，北院都会觉得关我什么事？你们干嘛要骂我们？他会是这样，你会觉得为什么？他们是可以有很多。我觉得是可以权衡出来很周延的一个方式处理的。我知道5个的问题，我试着回答。黄国昌、黄珊珊，民众党的没有封掉嘛？所以你们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现在跟法院对干？你北检得罪就算，怎么会得罪北院嘛？为什么接下来要到北院？来，我跟大家讲，
因为两边的动机真的不同，我后来搞懂了。我们先讲哦，柯文哲急着要把它吃掉，我认为回到最后理性只有一个原因，一定是他跟律师讨论过后，对于他的官司有帮助。OK， 也许他不想被接押，也许他可以证明说他没有实质影响力。就算法官不会全面采信，可是我相信，如果他跟律师讨论之后，有可能有律师建议他说，你要证明你之后不会串证、不会灭证，你对局子、你对其他这些人没有实质影响力，有可能就不会被押。有没有用不知道，但这是我们问的一些律师有可能给他的建议嘛？可以是。所以柯文哲不想被压而辞党主席这件事情，看起来方向是对的，因为柯文哲没有封嘛。再来第二个，周瑜修等人现在态度就是怎么样都不会收到这封信的了。什么叫怎么样都不会收到这封信？没有，这逻辑就是这样嘛。他们除非他们今天重新定调，他们已经知道怎么因应柯文哲吃的这件事情，讨论完了才会收得到。为什么？我真的这做种常理推论哦。这跟邮差没有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对对，跟邮差无关。为什么？我讲一下这种常理。今天我是小小的新北市议员，我今天我的办公室主任要请辞，我会慰留他，我会跟他说，哎呀，你工作这么辛苦啊，薪水不够，一个月加3000，这是讨论嘛，对不对？你再讲一次。不，如果好，把握机会啊，是，就是你会讨论嘛，是不是工作太重啊？找副主任帮忙你等等。你有看过哪一个主帅最大的人，他要请辞之后，有举例哦，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走要请辞，然后底下所有的局长，哎呀，我们慰留啊，市长不要辞啊。立委请辞选市长很多，你有看过哪个立委说请辞的时候，底下办公室的同仁出来讲，不要委员不要辞，没有这种事。主官主帅最大那一个人要辞，下面就是全面配合嘛。所以现在我试着回答5个问题，因为民众党现在底下的人还没有准备好柯文哲不是党主席的状态。你想象一个状况，我用一个比较我们大家人世间都会经历到的例子给大家听。我们有一些职业有终身俸，那也许这个领终身俸的人，他的家庭的收入靠这个领终身俸的人撑，他活到多久，家里就养多久。你想象这个人，他可能已经送加护病房，可能已经插管，拔掉管之后，可能他就离开人世了。可是如果他拔管之后，就没有终身俸。民众党现在就是这样啊，柯文哲就是插着管的这个终身俸的人啊。民众党有他的存在，那个奶水还在嘛？我问你个问题，除了柯文哲以外，谁有可能拿300多万票选总统？在之前，现在柯文哲也不可能嘛。之前也没有嘛。他是你再讨厌他，你再觉得他太烂，他是现在跟什么黄珊珊啦、蔡壁如啦、黄国昌什么比，那个是完全不同量级、完全不同量级的人嘛。所以现阶段他继续在这边，其他几个掌权者现在可以干嘛？有权无责。你想黄国昌现在多爽？黄国昌现在状况是，我不是党主席，现在民众党多数真的对外是党团嘛，党团现在我说了算。那党部如果出了什么人，谁又被约谈了，谁又出事了？拍谁？我不是主席，不关我的事。这些垃圾事我都不用参与。柯文哲以前跟你们搞的垃圾事我都不用参与，我也不用负责。可是我掌握有民众党。好，再来，今天你搞完你可以这样子的有权无责。今天如果1.5亿，我们大家认为说这个钱是重要的，我有一个问题就好。今天柯文哲继续当主席，每年1.5亿的钱谁来分配？谁来处理？这一个决策委员嘛。这个危机应变小组嘛，那这一群危机应变小组好，代表柯文哲的林富南发言，黄国昌会不会有很大权力的发言权？一定有嘛。所以我认为这是纵观。简单来讲，柯文哲重视他个人的官司胜过于这个党了。可是这些党的人很不希望他出来，因为柯文哲你今天继续在里面，然后你没有辞掉，然后我们这个党继续这样子运作，吃你的奶水，继续生存。我认为柯文哲因为是传出上礼拜1啦，对。柯文哲说，他律师向北院递状，他要解除那个禁止通信令。那你要找一个理由啊，他就拿这个辞党主席来装作理由，他希望能够透过这个东西来解除他的一切的通信令啊。他可能想得很单纯，用这个来当理由有正当性嘛，否则他想的这么单纯，但我个人觉得他的律师不会这么单纯。我就是律师一定会跟他讲说。结果后来结论是啊，法院就解除了这件事的通信禁令，他没有解除你其他的啊。他可能本来很单纯想用这个方式来一次就解除通信令的，结果没有想到这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你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结果法官就好，你要解除，我只解除这个通信令，是我没有全面解除，所以他可能本来打的如意算盘是如此啦。
那我觉得，其实可能律师也觉得死马当活马医吧，或者就也没办法试试看嘛。如果有碰到，就算赚到了嘛。但是我必须讲就是说，柯文哲其实刚刚大家讲说柯文哲这10年啊，他的确是创下我们台湾政治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案例。就是说，其实我认为柯文哲他上一次大家还记得，其实他2014年当上台北市长是趁着这个太阳花学运。2018年他是险胜啊，因为我们知道那时候还有丁守中啊，还有那个开票的问题啊，姚文智，所以我认为他其实2019年9月，他那个时候的确就想要选总统。他还记得他柯妈妈带着他的资料去中选会登记，后来是因为张一山不是讲说车开慢一点，对，开慢一点，红绿灯停久一点。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柯文哲认为他最有可能选上总统的时候。因为他认为2024年他已经卸任市长2年，已经冷掉了。我觉得他是他最大的一个机会啊，再来就没有机会了。就想不到后来没登记上嘛。所以你看，2020年1月11号，蔡英文拿到了是817万票，我们台湾总统有史以来最高票。韩国瑜拿到的是552万票，韩国瑜当时也是如日中天哦，也是国民党的明星哦。我觉得柯文哲看到这一幕啊，他已经觉得。他未来不会选总统，因为他第一个，他不可能如果他出来上卡都一定输，那他不可能跟民进党合作，因为他都已经跟民进党撕破脸了。他唯一可能就是跟国民党合作。所以如果照您这样讲的话，所以有很多事情发生在2020年，因为像那个便当会，接下来2020年3月以后，那210万是在3月，对，然后那个里头记载，包括市长室里面的有2笔，一笔2020年11月，对，一笔2022年11月。所以在您的意思是说，自从2020年他觉得没有那以后，随便啦，反正我不会再选总统。就很多事情，我也就该怎么做怎么做，义无反顾捞一次。所以你看，他开始去跟这个微金小沈建立关系了，他开始去跟星光建立关系了，他开始跟中工建立关系。这些应该说星光跟那个他们都是经营有问题的，就他又去找那个经营不善的，需要靠柯文哲来翻身的。例如说，星光当时需要靠谁？但吴东进他靠的什么？他靠的是北市科，他靠的是南港转运站。沈庆金靠什么？就靠金华城嘛。所以这是有一个供需关系。你找那个经营很正派的，经营绩效很好的，柯文哲没有诱因啊，他不会去找柯文哲，他也不需要柯文哲帮忙，所以他专门找这些有问题的公司，然后他想要靠柯文哲能够翻身，就是靠柯文哲。所以他2020到2022年，刚刚小伟哥讲的便当会就开始了，趁这2年开始，然后。他表面上说他要选总统，那是一个幌子。他拿选总统干嘛？募款。第二个拿来跟国民党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然后很多蓝营的这些企业家急着要在2024年让国民党能够重新执政，他们会给柯文哲好处。所以柯文哲为什么说2亿每年要给2亿美金？那个绝对是可能不止一个。好，所以你看到为什么去年11月15号有那个6点会谈，然后当天晚上柯文哲来这边，对啊，他说什么？他说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监督制衡，我要法务部、金管会、财政部、主计处，还有 NCC， 他都觉得 NCC 可以理解哦 ，NCC 因为他可能要帮某个媒体平反他本人被下架，可是搞不懂为什么要有金管会，为什么财政部？柯文哲应该要一次卫福部吧？他是医生嘛，为什么要金管会、财政部？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有这些案子嘛，而且如果他当初真的，我认为那个6点声明，柯文哲是真的，他瞒了所有人，只有他自己认为，他甚至瞒了蔡壁如，他真的瞒了所有陈佩琪，瞒了柯妈妈，他就是要签了6点，然后愿意当副手。那如果他当了副手，我这几个部会掌握住的话，金华城案子不会爆。他今天是他，而且他今天躺在总统府里面，安全的不得了。而且他可能还有连任，所以我认为其实。柯文哲是把所有的小草都骗了，柯文哲是把他所有周边的人都骗了，而且我认为这些事情他没有跟任何人讨论过 ，OK， 就他自己一个人知道。我觉得很有趣的是，2020年也是蔡壁如离开，而且记不记得那时候，好像有人讲都说，就是那个朱雅虎有一个说，蔡姐的那个薪水我已经找到了，那个时间点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是2020年8月，可那时候他明明还是那个不分区立法委员，为什么一个不分区立法委员需要民间人帮他找薪水？所以才会说，原来那时候张一山之前有讲，他说事实上是想要把吴欣盈变成第5名。
然后蔡壁如是第7名，后来他们认为不应该这样子，后来是蔡壁如第5名，但早在2020年的时候就想要把蔡壁如给请走，因为他可能就觉得要远离哦，不然他在旁边会管东管西，然后管太多，然后再加上刚刚就提到了，就是签那个5点协议有没有？他其实在他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在他少了母姐会在旁边的时候，他是最接近他自己，他所做的决定是他自己内心真正想做的决定。那时候真正的柯文哲内心想做的决定是什么？他就是想要拿钱了事啊，他就是不想要再搞那么多啊，他就是只是想要那几个部，那几个部会，一个是钱袋子，一个是刀把子，一个是对不对笔杆子，还好没有枪杆子，对啊，还好没有枪杆子，对，不然的话，事实上其实他整个部会是重要的啊，所以代表的一件事情，我跟你讲，柯文哲从头到尾其实他拼的都是钞票，是蔡壁如这一些母姐会才是想要拼选票，所以呢，那蔡壁如还想要回来选那个党主席吗？因为不是讲说。柯妈也很不喜欢他。柯美如那时候还记得去看柯爸爸那时候，我们柯家的事情，你知道都还闭嘴都来了。对啊，因为我跟你讲哦，他们全家人看蔡壁如就是你就是我们家的，就是你挡了柯文哲的总统路，对，你就是而且就你挡了他的总统路之外，你就是我们家卡塞罕，你知道不？就是有一点把他，你说他好听是加成，讲难听点是招干纳啦。就是说我们家的事情没有你说话的份，他们家看他是有这样上对下的那种感觉。那你说蔡壁如当然要回来啊，蔡壁如才是真正的民众党之母啊！你柯文哲是假的，他是真的。他事实上，我觉得他是真的，他是想要真的对政治是有热忱的。他可以把选举选成这样，没有任何他拿了民众党拿了那么多的政治现金，有分1毛5毛给1块5毛给蔡壁如吗？没有。你不要这样了，到后期他不是连很多民众党的场子他都上不了。对啊，连2人3脚都不让他玩。对啊，这是蔡壁如，所以我现在公开支持蔡壁如，我请蔡壁如出来选。对，就可以这样哦。OK， 可是小平，这整件事情对民众党，我刚刚就讲，包括柯文哲，然后到民进党，你自己觉得起诉书出来以后，你觉得包括民众党的高层跟小草未来的反应会是怎么样？没有反应。我跟你讲，其实啊，他说要辞主席是辞假的，因为他一定会。可是现在已经是辞不，那到了民众党，他先跟林富南跟特别周玉修已经套好了。因为我跟你讲，林富南，你看啊，他讲话很有权，因为他就代表柯文哲，大家没有异议吧？绝对没有异议嘛。所以我跟你讲，我绝对是防这个什么黄国昌。林富南，你看啊，他讲话很有权，因为他就代表柯文哲，大家没有异议吧？绝对没有异议嘛。所以我跟你讲，我绝对是防这个什么黄国昌，而且我绝对是把这个蔡壁如毒死。蔡壁如也没什么钱，而且他也有好的工作，可以台中做一些事，能叫市政顾问。如果现在蔡壁如，如果那个刚才不是讲说他要选中央委员嘛？如果选上辞顾问，大家都讲说，因为我记得蔡壁如好像是说，如果党有需要或什么，他义无反顾选上中央委员，他会辞市政顾问，对，然后去选党主席，对，不是。可是在这个节骨眼，难怪刚刚任俊讲说，那个有很多人在民众党的群组里面骂蔡壁如或什么，因为这种时候你怎么能够说你要选党主席？对，主席还在啊，对。你等于是已经要把我们的主席给揍死的感觉了，好像主席已经不在了。就是现在对他们来说没有办法接受没有柯文哲的民众党，就刚刚讲，现在还没准备好嘛。但吴达伟都敢讲说叫柯文哲下黄国昌上了，群雄并起。吴达伟啊，没关系。吴达伟他也不会去选什么局，举例说，他现在像什么，知道？他像说我们安排好那个局了嘛，我是接班老公那边。那一个福建的省委书记说我要选这个总书记。我跟你讲，他选不上的啦，而且根本不会让他选嘛。你看他选上中央委员选得上，第一步，第二步他辞掉了市政顾问就没薪水，一个月11万12万没了。第三个，他就让我们想起那个非洲的那个大草原哈，马拉河，马拉河对岸都是青草，这边的草都枯掉了，然后那牛羚是不是要过那边吃青草？马拉河都是尼罗河鳄，世界上1000公斤6公尺长，世界上第2大的鳄鱼。这些林富南这些人跟他比起来，就是那个鳄鱼啊，不会让你过河的啦，跪狗啦，不是跪猴啦，这会出大事的好不好？在政治上真的啦。他一定会选上，他一定会辞。我在你节目一员，他死无葬身之地。在民主党，你信不信蔡壁如？你相不相信？所以拜托他，我觉得你有心报效你的党，可是方法是不对的。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包括像当然柯建铭柯总召。
他也觉得柯文哲一定会被贪污治罪条例用收贿起诉啊，类似这些。可是他直言说，他觉得这个党结束了。柯总召是用这样的一些字，任俊结束了吗？起诉书出来以后，对民众党打击这么大吗？其实你光看为什么这时候党中央要去巩固柯文哲的领导中心？对。其实我问了像陈婉慧他们这些在地方上走的人，他其实亲口也讲，就是说党内的这些支持者确实有一个反弹的声音是，如果柯文哲离开了民众党，他们就要退党啊。那这件事情，我认为对于民众党党中央来讲是有这个压力存在，他可能会土崩瓦解。对，而且瓦解的程度可能会超乎大家的想象之外。现在好歹再低的民调调查有个5%多，一般可能会介于大概8%左右。是我8%，在台湾现在的政坛绰绰有余啊。所以如果柯文哲还在，好歹可以维持着，就算起诉书出来是详列了这么多，甚或连我们大家都不知情的一些事，掉一点点，掉个7%、6%，但6%也足够，最起码国民党会合作或者什么。可是如果柯文哲万一不在，可能就是，而且到最后找不到数字了。而且这个趴数最少在3年内没有差别嘛。因为他3年内的政党补助款都还是可以拿得到，1年1.5亿。所以我觉得那一封这个寄给周瑜修的信，可能从此不会再出现。周瑜修大家也不会拿出来说有我收到了250啊，你这时候拿出来讲说有收到，上面就一个字写说这个辞职自送达周瑜修起就生效，这一封信大家永远不会出现了啊。那你说他是不是起诉书出来之后，柯文哲的党主席就没有？其实我就不这么觉得了。就是说，民众党现在一贯的逻辑跟论述就很简单嘛，柯文哲就是被司法迫害嘛。那你检察官起诉柯文哲，也在他的这个合理的推想范围里面，因为你看民众党这几个这个被约谈的党职，他们出来怎么说的？我现在完全可以体会柯主席受到多么不人道的对待啊！全部都是一个模组你们这个找我们信是因为被炮落才写的辞职信这个我就不知道。他是说像那封信从来不会出现了。陈志安他们去约谈完以后出来，能够感受到柯主席，因为他们在他觉得也是这样，他们都这样觉得嘛，就是说柯文哲这一段时间被对待，完完全全都理解不？我老实讲，那一段就不会出现了，因为那封信不会拿出来了。所以有没有柯文哲这个信，其实对大家、对他们现在的民众党来讲，其实根本已经不重要。可是他是不用选啊。如果要是真的有要选的人，或是起诉书出来，假设真的罗列出这么详细的东西，那民意代表如果被人家记者堵麦问说，那柯主席的这些你们怎么看？他总不能像骂进检一样吧？那个进检就是柯焕文，因为当柯焕文有一天。他真的就是变起诉书，里面有一些内容，我不知道到底内容会一样的有多少，一定有很多，远超过要不然10万字300页左右。你告诉我，光我们最近只有知道哪会到10万字300页？如果这些东西都摆在那个里头，我相信媒体朋友像慧珍，因为他是主要搞调查的，他如果是跑线，我跟你打赌，姚慧珍一定会拿麦去赌民众党80委员，第一个就问黄国昌。你一定会问嘛，对吧？关门放狗，对，他们一定会这样。那你告诉我，那些民意代表怎么去面对记者？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另外一个层次了哦。就比如说你说去问这8个立委根本不在乎。我认为他不在乎，因为他是不分区嘛，他不是靠选票的。跟你们刚刚讲到立九吴达伟嘛，吴达伟过去一段时间他想选嘛，对啊，但他现在去了新竹嘛，但问题是。我当时在专访的时候，因为我刚刚这个广播节目我专访他也讲了一件事情。现在党中央跟民众党的基层最大的落差在哪里？因为党中央这批人不用选举，他们不会去被问到，就是说，你现在还在挺柯文哲你还要不要我的票？所以台北市议员那几个市议员的反应就比较可以理解。对啊，你看黄静莹被问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怎么说？有没有违法？让检方、让法官他们去认定。所以你就看到他的中央跟他的这个地方民意代表就是产生这种落差。
那我觉得这里面就会回到，就是说，民众党现在其实它分2个路线。第一个是今天留着柯文哲，是为了要捍卫柯文哲的清白，这是一条路线。第二个是留着柯文哲，到底对民众党的发展是好还是不好？我知道他有路线上面的讨论，不然周瑜修不会那时候丢出一些奇怪问题，然后突然又反口，包含那个2年条款的这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起诉书出来，对于民众党来讲，我认为他预防针都打好了。也就是告诉他的这些现存的这些支持者，柯文哲从一开始被约谈到现在为止，就是一路被迫害。我们没有胡说八道，因为我们这些党职一样经历过同样的这个过程，所以只要任何一个被出现在起诉书里面的，都是司法上面的迫害。那围住柯文哲的，留住柯文哲党主席的这个路不会太难啊。如果这时候你反而等到起诉书出来之后，好吧，因为柯文哲被起诉了，我们都相信柯文哲真的就是胡搞瞎搞，所以我们就决定柯文哲你要离开民众党。你觉得对现在他的整体的党的氛围里面，他的成功的几率有多少？可是我觉得有点要区隔，就是你刚刚提到了，真正党核心的那些人是不用选举的，但是很多要选举的人不能跟他干屌啊！你说这个台北市议员这4个，如果真的是跟他说啊，我完全相信他绝对是，你觉得他会选得上吗？台北市反柯文哲是全台湾最高的，高达80%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们有讲，我不要讲谁讲的啦，我们都熟嘛。他们说柯文没有白的票选不上。只有白来票也不够，那就要若即若离加上自己的庄脚，那可能会上，逻辑是这么简单的4个议员。其实他们战略方向早就已经定了啦。我想那个起诉书无论写得好或不好，民众党一定这样子，就3大点：第一个压人取供嘛，这里面的内容叫压人取供得来的证据嘛；第二个不是图利，就图利不能切，这是市长全责嘛，其他的细节我就不赘述。第三个，所有的汇款收贿的钱呐。他们会把它讲成那叫政治现金，违反政治现金法，你罚我钱啊，所以我觉得还是看那个起诉书啦。但起诉书如果说有明确到，什么时候谁交给柯文哲多少钱，一刀毙命的，有一些要选举的人可能就会跳船。尤其是如果起诉书里面真的如果要写在市长室，对呀，拿了多少钱，是因为我不管是政治现金还是什么，在市长室，这真的是尽毁三观的一个。好啊，假如我就举例哦。是其中某一个关键的证人讲的，那个民众党继续讲啊，说压人取供啊，就他的基调就在这里啊，就看证据多强。那会有我觉得分裂是必然的啦，就说民众有一部分的人要选举的，这跟民意对干嘛，他们一定会跳船嘛。对啊。可是有一部分是依附在柯文哲跟党周遭的人，那我刚才讲吃奶水那些人，就继续吧。来将军，其实哈，你说民众党这个状况，我要跟大家讲一下，民众党当然是第一人政党。当然是这个柯文哲，是啊，当然，因为柯文哲那天在这边自己讲的，是他讲的啊，对，所以柯文哲离开了民众党党主席以后，这个党就完了，所以柯建铭总召讲的，我觉得一点都没问题啊。当柯文哲离开了民众党，请问民众党还是个党吗？他没有号召力啦。你认为黄国昌也好，蔡壁如也好，有哪一个人可以取代柯文哲对于小草的影响力？没有一个人。有哪一个人可以取代柯文哲对于小草的影响力？没有一个人。那么未来民众党要参加各县市的马上2026的选举，请问他挂上民众党那个党徽，大家可以看一下，民众党在2024或是2024最多挂的是 KP，很少人挂民众党那个重，都是挂 KP， 所以那个 KP 等于是民众党的第2党徽。那当这个 KP 没有用了，他不是主席了，请问你挂 KP 干什么？对不对？你没有办法挂 KP， 像国民党一定是挂车轮饼嘛，他会去挂两蒋的头像吗？不多嘛。或是挂那个立轮，会不会？你不会挂立轮嘛？也不会挂一只马嘛？你下次选的时候挂一下。对，你挂个轮嘛，挂个轮好了，你挂个车轮嘛。对，他是一定是挂党徽。那你想想看，民众党的党徽跟 KP 2个党徽出现在这些参选人身上，哪个多？KP 多嘛。所以当 KP 不再是党主席了，这个党没有用啦。募款也不好募，而且我讲，民众党现在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在于说什么信用破产，信用破产其次，没有人敢捐给你，没有人敢给你政治现金，因为不知道给你们这个党，你们的政治现金，你会不会巨细靡遗的记录下来，吓死人啊！所以没有资源，没有资金，党中央又特别的抠，那你看名没了，钱没了，
参选的动力没了，这个党还不结束吗？当然要结束啊。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最奇怪的一件事情哦，民众党账记得最细的是柯文哲，对啊，他从哪边来的，什么他记得很细。民众党从小草里面拿出来的政治现金那一块记得最不清楚，就是你看他政治现金那一笔烂账，你就会知道他随便乱写。就连收入的部分他也乱写，因为这是柯文哲自己说的哦。哎呀，这个很明显啊，一看就知道写错了。对。就是你的那一块，你反而最应该去说服大家的，你反而是乱的。然后柯文哲那个 US 那个行动一点的那个小本本里面啊，他写的超级细，什么哪一笔什么数字什么都写在上面。那你说他接下来不是说有没有人在捐款？我其实老实讲，我觉得柯文哲就算回到党主席里面，也没有人会再捐款给他了啦。你今天哪一个企业还敢再给他？是啊，你说企业当然希望你要寄就寄嘛，明着的合法的你当然寄啊。但现在是你现在记下来都是被外界认为是不合法的。OK， 那除了我觉得民众党最麻烦的是没有路线。任何的政党一定要有你的价值观啊。但是柯文哲一直是想要唯物主义，他觉得那个价值观是唯心主义，太抽象了啊。我们那个爱情太抽象，要的是面包。可是真的政治你没有价值观是走不下去的。民进党很清楚，就是抗中保台本土化。国民党也很清楚啊，9·2共识，我们跟中国跟美国都维持好关系，所以我觉得，但是柯文哲他是一个没有路线的政党，这个党把柯文哲抽离之后就没有了，就跟当初的亲民党一样，没有了宋楚瑜，这个党也没有了。那我认为其实中共其实本来对柯文哲是寄予厚望，因为中共一直认为说，他现在在台湾从这个连战之后，他找不到一个接班人，而柯文哲有几个特质，第一个他有年轻票。这是所有，他甚至可以拿到民进党的年轻票，这是柯文哲特殊之处。第二个，他本省籍 ，OK， 马英九就不行，马英九就是外省籍。他第三个，他是台大医学院毕业，台湾人对医生有一种特别的崇拜，然后他又是教授，然后他又是228的受害者，所以我觉得本来中国的确是寄柯文哲于希望，但是柯文哲被抓之后，从8月份被抓之后，你看谁活跃起来了？马英九，马英九本来想担任这个角色，可是被柯文哲抢去了，可是现在柯文哲被关了，马英九又活起来了，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两岸的这一部分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柯文哲们被关了，他还可以玩这一块哦，因为他如果现在带那个年轻大学生去的不是马英九，是柯文哲，那个在中国的影响力，那个在台湾媒体的震撼，是远远高于马英九。你看马英九这2天在什么东北台湾哪个媒体报道？所以我觉得柯文哲本来的希望是在对岸，而对岸也既期待于柯文哲。可是这个期待现在看起来已经没有了。OK， 除了大家在看着好，那不会是今天，那会是明天吗？还是后天？哪一天柯文哲主席的案子起诉书会出来？那可是你除了关心这个以外，因为上个礼拜五，当包括像大家所关心的，不管是财划法啦，不管是选罢法啦这几个法案的修正过了以后，未来国内政坛到底会受到什么样一些影响？可是氛围上来看，张军问一下，你出身国民党，对现在的国民党感觉上是不是鹰派抬头是感觉上氛围最强的时候，非常强。以前我还在国民党的时候，对国民党常常有支持者会讲说，你们就是温良恭谦让，政权都让掉，对，所以要硬起来，要怎么硬？硬是用论述的方式硬，不是跟当年的那个我们讲党外人士啊，以前的什么朱高正还是谁，我都忘了，就跳到桌子上打人嘛，对，朱高正，对，所以。支持者希望国民党的硬不是那种硬法，是论述上的硬。可是现在国民党论述上，我对其实这3个法律，我对其中一个法律最有意见，叫做宪法诉讼法。为什么？大家知道，我们以前在军中有一段时间，两岸的那个所谓的对峙有点模糊，为谁而战，为何而战？国军是为谁而战？捍卫中华民国宪法而战。那现在这个宪法诉讼法，你让这个宪法变化石啊，它可以放那边展览，它很珍贵。都是我们的宝典，但不能翻开用。为什么？你永远没有办法到达这个所谓的宪法诉讼的门槛。那你请问，我们捍卫一辈子的叫做民主法治，法治指什么？就是宪法。现在宪法只能看不能用。那请问我们捍卫的是什么？蓝营现在是因为傅昆萁总召吗？对，所以整个抬头。我记得是院之上礼拜在节目里面讲，就为什么要采取？因为在委员会的时候，为什么要什么封门啊，保鲜膜封门啊，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些模式？我记得那天是说，那不知道啊，好像是8点半还是什么时候，然后副总召就讲说，好，大家就决定今天要采用这样一些方式，大家就跟着
跟着硬干了？没有哈，就这样就直接跟着硬干了。以前的国民党真的不是这样。OK， 来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以后马上回来。来，关题是第一个，礼拜五通过这3个法案，对未来台湾有什么影响？第二个，接下来因应知道呢？因为有人说那就行政院长不附属，总统不公告，那再来呢？再来大家就倒戈，再来什么要这样玩吗？对，我先讲影响当然很大了哈，3个法案影响都很大。选罢法当然大家觉得说，可能罢免的权利被剥夺或变超难。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这个财划法嘛，就中央政府会无法运作，等一下我再细讲。那第3个是那个限速法，对，限速法，然后大法公法运作。我先等一下再提这部分，我先讲大家都在问啊，那到底民进党有什么对策了？我的理解是，府院党有开过会，然后有讨论出对策啊，但目前我们问不到哦。就是他们说他们有对策，不是就不附属。对，他们有对策。对，柯总召讲说，最起码在明年农历春节以前，那行政院长不会附属，然后总统不会公告，因为我们的法案一定要那行政长要附属，总统要公告嘛。就是说现在行政长不附属不公告，在春节以前。我的理解是这几个都有可能。OK。然后他们也有讨论各种应应方案。简单来讲，民进党态度就是我们不会坐以待毙，就不会让这3个法案我们会有应应的对策。OK。只是怎么样？因为我还没问到真实的情形，那看起来他们也有点保密啦。那就等他们对外公布决定怎么做。那我回来讲为什么影响甚大。我今天聊选罢法好了，不是选罢法，聊财划法好。财划法其实这是行政院今天公布出来，就是说可能会被影响的项目啊，3700多亿，3753亿，实际上会影响什么？因为我们饼就这么大嘛，国防经费2000多亿，那个拨补劳保基金1000多亿 ，logo 收购的一堆政策，钱就是一定会影响。我先讲哦，今天这个大家逻辑都搞错了，就是所有的地方县市的首长都，哎呀，只要修过给我们多钱就好，不对，就是中央政府今天的状况是什么事情中央做，什么事情地方做。财政收支划分法的意思是，本来中央的钱这一些变少了，那给地方的统筹分法变多了，代表地方要做的事情变多了嘛。所以先讲，不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民的钱变多，不是，是地方首长可以动用的钱变多，这2个层次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讨论立法品质跟实际怎么分嘛。我回来先讲第一个立法品质之招，我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新政治的立法方式。黄国昌之所以让人厌恶，跟对台湾民主的危害巨甚。就是他连立法的方式都开创出新招式，你来看一下状况哦。翁小玲跟林思敏他们跑去找黄国昌，然后跑去找民众党，私下的讨论什么？口袋中拿出来的版本。我要讲哦，当天3读当天，财划法什么时候拿出来给全台湾人民有看到最后的那个版本？下午4点多，下午4点多口袋才拿出来。简单讲白话文，在立法院通过。钱连财政部官员都没看过，地方首长都没看过，我们人民都没看过，稀里糊涂就过了。然后呢，因为他用这种私下讨论的方式，所有的公报没有留记录，所有的讨论发言不用留记录，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需要为这个蓝白通过的版本负责任。那最后的问题是什么？包含像什么修正动议啊？你有看过黄国昌提的修正动议，上面打满叉叉，把人家的上面打满叉叉，这什么立法品质？我都不跟你讨论内容啊！你光是这种方式。这就有超大的问题嘛。再来第二个，实际上这一次财划法通过的钱的部分问题也很大。为什么？各个县市的分法，比如我就举个例子，我们正常来讲，各个县市在讨论财划法的时候，最常讲的是，当然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可能有不同看法，但我们其他县市都认为说，长久以来首都分比较多，至少其他5都我们觉得不平嘛。结果这次看出来，最后数字分给台北的比分给新北的还要多，就是我们闹了半天。台北市增加增加416亿，新北增加300多亿，370亿。对，我们从543变成917嘛，300多亿，就搞到最后，台北增加的比新北还多。然后结果现在我们不能讨论这个问题，所有我们民意代表讲说这财划有问题啊，然后跳出来国民党就很廉价的骂我们说，你们不支持新北市钱变多，可以讨论，钱当然要变多，可是怎么多？好，钱统筹分法变多了。那什么钱要变少？中央你什么不做嘛？什么移给地方做嘛？来教育吗？社福吗？卫环吗？国防吗？这都不用讨论哦。好，接下来全部2手一摊，直接给中央去处理。再第二个，我认为很不公平的事情是我们被少数人绑架。
我刚才讲了，如果用人均来分了，平均每个人，搞到现在最后我们新北2.26万平均每人同抽分2.26万，一样6都最低。台北市一样6都最高，4.46万。连江嘞，23.69万，23.69万呢，就人均跟现在上面的那个细节我不讲，那这次该不该讨论？我想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各县市很多意见，包括陈其迈今天也出来讲话，为什么我们地方政府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我们议员没有发表意见权利，市府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我们本来行政院的态度是什么？我们拜托说，那可不可以立法院给我们一点时间，给我们半年时间？我们找各个县市来谈，然后我们来瞧哪些事情我们来做，哪些事情以后这几块就授权地方来做了。比方说，有一些国立的高中改成由市立来做，钱拨过去；有一些社福政策，本来我们中央补助了，好，钱给你，你来补助，这可以讨论啊。但现在没有，直接在下午4点拿出的版本，没有人看过版本，财政部没看过，地方政府没看过，新力部啪3000多亿，直接说拨给地方，是这样子的吗？所以我觉得这当然有道理，我不会反制啦。相信我们民进党绝对反对，我们不会坐以待毙。对不对？我们先把很简单2句话讲清楚这个预算。预算，请问这个中央的3兆，然后分给了3000多亿，这个是不是分母？看起来是，其实不是。税收谁收什么税？举就台北市的税收两个最大，我们贡献给中央的税，我们贡献40%。那当然是个人综合所得，有钱人多嘛，以及营业税。那我们税收，你知道我们捐了1兆出去。可是我们台北市政府自筹财源只有1000亿，你们认为这公平吗？所以骂台北市是没道理的事情。我们讲数据。好，那今天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地方自治到底怎么样？中央总数多少？地方总数多少？这个才要讨论。这是我认为才回到问题的核心呐，公平性。再拉回来这件事。冠廷刚才意思是说，那个版本在4点才拿出来，大家都没看过，大家都没讨论。他只是说要不要讨论，先经过讨论。我同意要透明一点，我同意时间长一点。可是你知道里面包含了多少朱立伦的苦心，你知道吗？请问国民党党团版本多少钱？6000亿啊！最后3件事情，朱立伦还到党团去，然后3700亿是智库的版本。我们先不讨论3700合不合宜，能不能影响，会不会影响到中央的运作？显然很多地方穷到是需要给钱，大家同意吧？先不谈多少钱，你们觉得3700也太多，6000更多亿，对不对？好，这个先讨论到怎么样是合宜的。第二个。请问6000到3700谁挡下来的？是朱立伦挡下来的。我相信副国你同意，还用智库的版本，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今天跟这个副国你比，朱立伦相对算鸽派，意识形态也比较偏亲美，对不对？朱立伦的然后第二个呢，朱立伦去，后来朱立伦也不坚持了，就是选罢法全面开战，搞这么严，打架打到底，这是我想朱立伦可能拉不住。我觉得第二件事，第3句话。民进党也打假球民进党男委员很残忍就让我也谴责我们廖清祥夹女生的脖子，这是不对的，这错的，男打女，女打女，男打男，这个天经地义，好不好？不能混淆。当然，谢元之身体比较弱，跟赖慧打平手的另外一件事，好不好？他被压制，不是打平手，这是称赞吗？所以再拉回来，今天我们是出了几个，那叫做南投石敢当友好的这样的，苗栗黄飞鸿。邱正军，好，金门坦克，好，这是 F3，对不对？然后打架对不对？打架真的不太好。可是民进党27席的时候，挡住国民党跟泛蓝83席的那个的立委，2、3个就那时候国民党很弱嘛，2、3席主席台就暂停啊什么好。没有，国民党那时候委员都比较老。太老，对，没有优化这些。现在都是耐打的，现在都很多很打。如果刚才冠廷讲说他们一定有备案。那媒体的报道是，可能行政院长不附属，总统不公告，意思是说我不管你法令过，我就不让他这样，要逼的蓝营大不了倒戈，大家重新来选。他们打的是如意算盘，他第一个犯错，第二个如意算盘。他们讲的话如果真的有这个模式，第一个，请问你们为什么骂立法院？说那叫做扩权无法，叫违反权力分立。我念政治系。那请问立法院通过的法，即使是恶法异法，那你们这样做没有违反权力分立，没有行政权侵犯立法权吗？有吧？好，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倒戈。你以为我们国民党是棒槌啊？你一个随时可以换了虚位的院长，把我们实体全部的立委弄掉，所以你们打死不会倒戈？怎么可能？我们又不是
被树打到台风来的时候，怎么可能嘛？哎呦，小兵哥，我觉得你们幼小可以好一点。我觉得状况是这样的，我先讲，我目前我没有收到说我们要不复数，但如果照着5哥讲，如果不复数，因为媒体上有报道，我就照着你的论述，如果有真的不复数，最后结果会怎样，知道吗？我们行政院长不附属立法院所通过的法令，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行政院已经不理你了嘛。如果你们认为说这样子可以不对左荣泰院长提不信任案，那从那天起代表什么意思？所有立法院通过的法案我们都可以不用理。把我们实体全部的立委弄掉，所以你们打死不会倒戈。怎么可能？我们又不是被树打到台风来的时候，怎么可能嘛？哎呦，小兵哥，我觉得你们幼小可以好一点。我觉得状况是这样的，我先讲，我目前我没有收到说我们要不复数，但如果照着5哥讲，如果不复数，因为媒体上有报道，我就照着你的论述，如果有真的不复数，最后结果会怎样，知道吗？我们行政院长不附属立法院所通过的法令，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行政院已经不理你了嘛。如果你们认为说这样子可以不对左荣泰院长提不信任案，那从那天起代表什么意思？所有立法院通过的法案我们都可以不用理，我们做我们的行政权就好。真的哦，因为这个宪政机制就这样嘛。当今天行政院已经认为你们提的窒碍难行，为什么讲窒碍难行？我再举个例子，就财化法，我们的补助啊，从之前5000多亿变1兆，对不对？3块。你知道这次你们的那个修法的细致程度，我真的觉得叹为观止。我本来脑中想说，统筹分配款拨给你们变多，那我们一般进补助款可以变少吗？没有，他们在法条里面明文写，一般进补助款不能减少。你要怎么做？就是一般进补助款不能少，统筹分配款要增加，那就是这整个政府就瘫痪了啊。所以行政院最后他会评估，如果真照5哥那个讲法，假如真的往那里走的话，我觉得是给蓝营跟白营的立法院一个将军。好啊，那如果你们认为说那不提不信任案，那代表你信任这个行政院长哦。你不提不信代表你信任嘛？你信任这行政院长，那以后行政院他就用他行政权做，因为你立法权提来我们不附属，我们不做，总统不签，那你们也没有要做因应测试啊。因为如果你不满意这个行政院长，把他换掉，让给人民重选，那就变成国家都乱了嘛，就鬼很然后还加一个，因为如果要是看明天那个大法官同意选会过几席，对了，如果都没有过的话，我们的宪法法也不会开。其实小虎哥，我最受不了的就是限速法，因为我以前跑过大法官释宪。大法官释宪的解释案是推动国家前进非常重要的力量。你最近的就是748号嘛，就是同婚的这个案子嘛。如果没有大法官解释的话，我们到现在同婚还没有办法合法化。我自己在跑大法官的是释字509号。什么？就是那个记者的那个诽谤这件事情，只要我没有真实恶意，只要我所采访的这个相关的证据是让我可以确信我所报道内容是真实的，就算到最后不是事实，你也不能用诽谤罪来告我，因为这叫言论自由。我当时跑的另外一个大法官事件也是419号，那是讲什么？就是行政院长可不可以接任阁揆这个案子？这哪一个案子不是推动台湾往前迈步？每一个都是。结果你现在透过这种把拍掉，然后把我们什么强制规定15席，你现在其他的8席不让他补，然后就变成是因为你没有到10席，所以你不能开。这把你国家的整个前进的动力全部都已经把它停摆下来。我觉得才是我完全没办法忍。我觉得财化法哈真的会把台湾搞成天下大乱。现在很多人不能接受是今天刚才这个冠廷讲的，新北市只人均这个人是得22000块，对不对？对。你这6个国民党立委，好，范老师，你是教政治学，那你说，那这个僵局怎么解？没有，我跟你讲，接下来现在罢免的声音已经起来了，所以要等明年2月就开始罢免了。对啊，现在罢免不了这个傅昆萁，罢免不了陈雪生，但是可以罢免傅昆萁的附随组织，谁？叶元之啊。你们为什么叶元之又被拿出来讲？你们有没有投赞同票？你们是支持傅昆萁哦，对不对？你们这个刘许婷，你们有没有支持？猜不出来。你们是附随组织啊，对不对？我们那个花莲太难了嘛。反正你说投同意票的都算的意思就对了。对，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接下来当然会血流成河，当然国民党的附随组织也会。发动罢免，那就看谁的底气够硬，看谁的动员能力够高。我跟我继续讲，我这3条法律我要再聊一下宪法诉讼法。我觉得国民党真的愚蠢至极，是他们把大法官那个整个宪法法庭把它瘫痪。
我们纵观古今中外台的所有历史。你把宪法法庭瘫痪，最后得利者会是谁？是行政权的。你知道状况吗？就我举例哦，以后立法院通过了所有法案预算，然后行政院全不理他，然后大家说怎么办啊？宪纪有状况，行政权独大，我们要寻求大法官啊，拍谁也没有大法官。不是他们这样子搞了，结果对他们最是不利的。任俊来简单补充一下。其实我觉得民进党当然现在有很多的策略喊出来。不过还是要看实质上民进党真正想要达成什么目的啦哈，因为你看今天是讲说最有可能用拖延战术嘛，提复议啊，因为你如果理性回来看，就是说民进党现在想要凸显的到底是国民党跟民众党在立法院的作为不 OK， 还是你最后想要达到的目的是说我今天把国会全部大洗牌？因为倒阁来讲一点都不重要了。就倒阁完了，赖清德还是总统嘛？行政院长不可能走这一条了，大家都知道。行政院长谁觉得会一定要谁做到底嘛？那最后真的要推的就是国会全面的，就大家解散嘛。民进党敢不敢或想不想走到这一步？我觉得这是时尚的问题。会不会进行大罢免？大罢免，我觉得这已经跑不掉了，难度太高。门槛太高了，但是我觉得动作一定会做，因为拉到今天这个层次了，国民党一定也会去弄民进党的，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好讲。但弄完结果搞不好大家各掉几席，那找补，会不会还是差不到哪里？也还好，对啊，其实也还好啊，因为你真的全面重新改选的话啦，说实话，如果按照民众党现在的这个比例趴数来说，他可能没有，但是按照我们的那个不分区的那个分配席次上面来讲，很有可能大的会更大。OK， 就是我们的比例会变成这样，所以你看民进党他从一开始的时候说喊出这个不附属哦，甚至提出是要在市县，你会反而发现到在这个阶段反而声音变小，因为很现实啊，你要市县命令要先生效。总统要先公布，对啊，总统一公布完了之后，我们现在才8个，是完完全全就不可能实现了，所以他就会面临到就是很简单的逻辑的问题哦。所以我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讲，他当然现在丢出来就是说好，我尽量把时间往后压，但这中间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空间？我觉得大家就是还在看啊。小平最后30秒，怎么办？我觉得啊，内政还是走中道啦。我觉得6000亿到3000亿啊，这是朱立伦做的是对的事情，然后两岸。我觉得要拒绝马英九，我觉得两岸的主导权回到习近平跟朱立伦2个主席身上，而不是马英九。而且王金平提出一个东西，就是不谈9·2共识，治权分立，然后主权不分，大概概念是这样。这个还没到一中各表，可是再往前进了，两岸还是维持中华民国的主权的独立性，这才可以跟民进党有一战的机会。OK， 来冠廷最后30秒。就是简单来讲，我说大家很焦虑了哈，就是说这3个法通过会觉得台湾无法运作。那我们民进党最后一定会有对策给大家，那给我们一点时间，适当的时间会跟大家讲我们会怎么做。那我觉得最后回到财划法了，就是说现在马上问题来的就是说。那中央政府怎么办？就这一堆事情都是中央要做的事，现在是连国防预算可能都编不出来。那到底怎么做？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一起面对的了。OK，那未来对国民政坛来讲，这3法往下，那真的包括执政党要做什么样一些方式的因应，对在野党不管是国民党或是民众党来讲的话，未来大家的战场到底会在哪里？明年2月真的会出现所谓的大罢免吗？柯文哲主席，那未来包括什么时间会被起诉？明天、后天、大后天？但不管怎么说。众所瞩目的是起诉书的内容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新闻内面我们明天见，拜拜。